思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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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哎，你别笑我啊！妈，老康。好长时间没喝你泡的咖啡了。你现在真的太忙了，我本来想请你吃顿饭的。没办法，万事开头难，一切呢都在摸索当中，上了轨道就好了。你找我有事儿啊？我想向你要一下五源化工厂那块地的污染检测报告。时光让你找我的？不是，是我自己想要。你要那干嘛呀？我就是想看看那块地有没有到达建屋标准。你也知道，我就是在那条路出生长大的。我爸就是因为重度污染去世的，但那染色体异常也跟我受过污染的体质有关系。你呀，爱管闲事的老毛病又来了。这怎么是爱管闲事儿呢？那我们不是设计单位嘛，关心一下环保也是分内的事情。再说，房子建起来是给人住，那要是污染没有彻底清除，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后果会有多严重啊？那可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身家性命呢。你放心，污染问题我们公司一定会解决的。你把你自己的事儿干好就行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是想看一眼检测报告。我这儿又不是图书馆，什么都能公开啊。这有什么不能公开的呢？那，你就算是不对我公开，你也得对拆迁户公开吧？那本来就是应该给他们一个交代啊，做到信息透明化。听我一句劝好吗？别惹事儿。你忘了你当年怎么从设计院让别人踢走的了吗？你告诉我说你们公司可以解决污染问题，我深表怀疑。刚才在来的路上，我特地去化工路看了一眼，我还拍了一点照片，你要不要看一看？我说了半天，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你现在做的事情已经超越了你的职务范围，这些事儿不该你管，能听懂吗？你要是实在忍不住的话，行，你走正规程序找我，按级别你不能和我直接对话。想要检测报告可以，让时光来找我。我真是没想到，我以为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你这儿就这么难。你说要走正规程序是吧？那行，那我们就走正规程序。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，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儿，任何人都别想藏着掖着蒙混过关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，马上回来。我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你怎么不吃啊？不好吃啊？吃不下。哎呀，我担心思水啊。说俺老康那个性，回去之后还不得一顿暴风骤雨啊？
跟你说，我觉得这事儿你就别往心里走了，啊，换了我也会说的，这不是大嘴巴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我听你说起思纯的奶奶，我都想起我们家的事儿来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最受不了老人家伤心了。我爸年轻的时候出轨了，把家里边给弄个鸡飞狗跳的，害得我妈对生活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。我姥姥姥爷跟着上火。你想，我姥爷年轻的时候打冰球的，那身体跟铁一样，活活让那王八蛋给气死。记得那时候放学回家，我妈每天都做了一桌子的饭菜，都是我爸爱吃。她以为这样能把我爸的心给换回来。我终于受不了了，我自己开始学着做饭给他吃。所以你现在做饭特别好吃，都是那时候练的。印象里边，我妈那时候坐在窗台边上，要么就是在发呆，一张嘴就是在问我，说儿子，妈是不是长得特别丑，特别没有气质？你想想，当儿子的听到自己妈说这样的话，心里是什么心情？后来我就站起来，我开始给他买化妆品、买衣服、买包，我领他去美发，领他去做美容，我拼命的给他捯饬。我告诉我妈，我说妈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、最有气质、最棒的你没见过我妈，我妈现在有时候还疯疯癫癫、神神叨叨的，都是那时候落下的后遗症。所以到后来，我跟我爸的关系一直也就那么回事。以后啊，可得对你妈好点啊。好的，咱们吃饭吧，好吗？每个人都有不堪回首的往事，我也有。而且我觉得我之前就是一个混蛋。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你？真的，我心里面有个心结一直没有打开。那你就说出来，看我能不能帮你打开。打不开。我一直觉得思纯他妈的死跟我有关系。啊？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认识康桥，一下就爱上他了。少不更事的我，觉得他见多识广、成熟稳重，特别能给人安全感。我爱得如痴如醉，根本无法自拔。我不知道他有家室，不知道。当我知道他有家室的时候，我坚决跟他提了分手。他不同意，我再提，他还是不同意，分分合合无数次。直到有一天夜里，康桥来找我，饿得醉醺醺的，特别难过。他跟我说，他从小到大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妈妈给安排好的，吃什么，穿什么，上什么学，毕业之后做什么，跟什么姑娘谈恋爱，跟什么姑娘结婚。所以他在那段婚姻里根本就不快乐、不幸福。他说他爱我，他不想放弃我。为了自己，他想回去争取一次，要和他妈妈好好谈一次，
希望他太太同意跟他离婚。我说不要，我不要。康桥说他是个爷们儿，出了事要面对，不能逃避。我没拦住他，没想到他太太居然同意了。你们两个后来为什么没在一起啊？后来他太太不是出车祸去世了吗？而车祸不是后来的事儿吗？你觉得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？你觉得他太太成全我跟康桥心里不痛苦，没有落下阴影？你觉得一条人命横在我跟康桥中间，我跟康桥还能坦然的在一起吗？哎，所以后来你把春妮介绍给康桥，是想让康桥结束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，重新开始的。春妮不好吗？我是觉得太奇怪了。春妮自己怎么想啊？他不知道，他最好永远都不知道。我就是个罪人，看见他和康桥生活的好，我心里大概能有那么一丝丝的宽慰吧。你说像我这样的人，还有资格拥有爱情？你现在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了，你还会待见我吗？谁啊？谁啊？谁啊？哎呀，思纯，芝芝姐，快进来。我饿了，我想吃饭。我给你盛碗热乎的。没事。是不是跟家里人闹掰了？唉，都怪我啊！对不起啊，我嘴不把门，没替你保守住秘密。你的腿怎么了？是不是你爸爸打的？你能别说话吗？让我吃口饭行吗？妈，我回来了。你不回来吃饭不说一声，我做一大桌子，明天又要吃一天。今天累死我了。那我给你放个热水，泡个热水澡子解乏。不用了，不想泡澡。说你们年轻人呐，干起活来就玩命，到了我这年纪就知道了，年轻时候攒下的泪是要还的。我今天去见检放了，他还好吗？好的不得了。他现在是康瑞地产的设计总监，学校的教职也还保留着，两头不误，春风得意。你不会是后悔了吧？我今天去找他是想向他要五源化工厂的检测报告，结果碰了个软钉子。你知道吗？我那一刻觉得特别沮丧，比离婚更让我感到挫败。为什么呀？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简单的事儿，到了他那儿就成了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。我们俩坐在那儿，就像两个陌生人一样。他
大眼瞪小眼，没有任何交集。我刚才回来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，这些年我们到底是怎么交流的，就怎么都想不起来。你说是不是荒谬？你呀，就是太好强了。你说他说向西，你就随他向西不就行？你偏要向东。夫妻俩过日子，有的时候就像搭台演戏，要讲义配合。你说你演你的，他演他的，那成什么了？那不成拔河了吗？我跟他呢，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不认同。他不认同我的人生观，我也不认同他的，所以我们才处处不合拍、不和谐。其实夫妻不怕不了解，就怕不认同。彼此不认同的夫妻，再怎么努力也是白费。嗨，婚都离了，认同如何，不认同又如何？他好是他福气，他不好那也是他的运气。他好咱比他还好，他强咱比他还强，这才是我的女儿。啊，哎，但是你个人问题你还是要抓紧，要遇到好男人啊，还是赶紧把自己嫁了。女人就这几年的好光影，一晃可就过去了。我知道，不过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。好什么呀？是妈能陪你过一辈子，还是你儿子能陪你过一辈子啊？人家丹丹大了，有自己的生活，你不想嫁人，你还想孤独终老啊？你觉悟来。最近思纯在我那住着吧，每次看见他哭，他歇斯底里，他不依不饶的样子，心里就特别难过。他老觉得是春妮把他妈妈给害了。唉，春妮替我背了多大一个黑锅呀！有时候真的忍不住就想把真相跟思纯说了，唉，我也没这勇气。事儿都过去了，说他干嘛呀？过去了吗？思纯那儿没过去，他奶奶那儿没过去，春妮就更不用说了。我这心里也一直没有过去。芝芝，你不要认为真相就是治疗创伤的良药。咱们把这事说出去，对谁有好处啊？啊，对谁都没好处。咱俩可能连朋友都没得做了。可是这对春妮来说太不公平了。这世界上有公平吗？没有。哎，其实我也挺心疼他的。你说为咱俩这事儿，确实是受了不少委屈。我真的，我一定会找别的方式来补偿他。也是，有时候想啊，春妮也不傻，女人最敏感了。要真把这些事儿都跟春妮说了，她指不定怎么恨我呢。估计也不会要我这个姐们儿。对呀，所以这事儿更不能说呀。你知道现在春妮太寂寞了，她嫁给我以后没别的朋友，只有你跟笑笑这两个姐妹了。啊，老康，我当初真是觉得你靠谱，我觉得你有担当，我想让春妮过好日子，才把她介绍给你的。你可别让我将来后悔呀！我会对她好的。你一定要对她好。我对她不好吗？行，老康，你以后别老打孩子。这孩子从小到大，我就没动过一个手指头。可那天一进你们家门，我看他那样，我不是没忍住吗？其实打完他以后，我也挺心疼的。不是我说你，思纯有今天，咱俩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是。他现在住你那儿，你有时间啊？
你替我管管他。我有什么资格管教他？你也别老张口闭口就管教的，你管教过他吗？他出事了，你知道管教他了，你早干嘛去了？思纯又不是劳改犯，我那也不是监狱啊！啊，行，对，我托你个事儿，你去把那开飞机的详细资料给我查出来，多大，哪航空公司的，飞哪条线，啊，我看他活得不耐烦了，这大主意打到我女儿头上来了。你说你现在说话我怎么那么不爱听啊？怎么了？有天我拿一个录音机把你说的话都录下来，你自己好好听一听。你是黑社会老大呀，什么活得不耐烦了？你要把人怎么着？你能把人怎么着？不是我替思纯说话，她喜欢成熟的男人，怎么了？有错吗？犯了什么王法了？现在萝莉爱大叔很正常。就说当年，你追求我那会儿不也40出头吗？也不年轻啊。可是你成熟稳重又多金，有担当，女人能不爱你吗？你把思纯生下来，她的人生就是她自己的，感情的事情你根本管不了。女人在感情路上都需要一个领路人。说句你不爱听的，这开飞机的没准就是思纯的领路人。那也就是说，我是你当初的领路人。我承认，也是你把我领到沟里去的。对啊，那要万一这开飞机的把思纯带到沟里怎么办？要真是这样的话，你也得认了。这都是你自己造成的，啊，这是你的报应。说什么呢你？我潘芝芝高不成低不就，到现在还是孤家寡人一个，这也是我的报应。别瞎说啊！你什么高不成低不就的？你这不现在还年轻着呢吗？啊，什么孤家寡人？我年轻吗？我的心都快长茧了。行了，来这个拿回去啊。哎，那可不成啊！思纯住你那儿得吃吃喝喝花销啊，这不能让你贴钱啊。那些钱是钱吗？收起来，不好看。芝芝，哦，思纯在你那儿。思纯在我那儿啊，你就放10000个心吧。啊。石总，对不起。什么毛病？怎么了？石总，我找您有点急事儿，我正打算洗澡，就2分钟时间。等一下。进。林笑笑，你怎么不长记性？进来先敲门要我说多少遍？石总，对不起，有什么事说吧。这是我昨天在网上搜集的关于五源化工厂污染的相关报道。林笑笑，你很闲是吗？要很闲的话，我那有好几件衣服该送洗了，麻烦你帮我送一趟干洗店，行吗？没问题，我一会儿马上就去送。不过呢，这些报道显示了五源化工厂的污染问题。你别污染的，我听了头疼。你要针对污染那么感兴趣的话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去找你的前夫，请他把相关的检测报告一样一样拿给你看。你找我干嘛呀？我找过他了，不过他说是机密，不能外泄。那我有什么办法？他说要走程序，必须通过你才能看到那些报告。哎，我让你约的跟他吃饭的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？我忘了。忘了。嗯，林笑笑，你
让我说你什么好？该你负责的事情你不管，不该你管的事情你抓着不放，没完没了。行，你不愿跟他联系是吧？这事我自己安排。我安排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石总，我就想，您能不能抽空看一眼？那我把报道留这儿了。老板，我看您那个赶集网上发了那个招聘广告，对吧？在招服务员。对呀，我是过来应聘的。你前友让你来的。啊，没有，他不知道这个事儿。我这儿用不了你这样的服务员。汪姐，您先看一下我的简历，我跟您这个网上的招聘啊特别符合。之前我在美国咖啡馆也打过工，我还会说英语，什么都会做。你还会说英语呢？啊，你到我这儿来不就屈才了吗？我这庙小啊，装不下你。缺钱吗？哦，不瞒你说，我还真的挺缺钱的，所以我就希望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我也不想靠别人。你挺有志气的嘛。那这么着，我给你出一主意啊，你出门上公交车坐3站，下车那儿有一条街，全是咖啡厅。您这不是在招聘吗？我来了，你干嘛不用我呀？我这儿用不了你这样的服务员，真的。你是不是还在误会我跟尹千佑的事儿？我跟你说，我跟尹千佑什么事儿都没，我们就正常的在交往。那天那事儿啊，就算我瞎，我傻，我去的不是时候，我不跟你计较。这会儿你给我滚出去！你干嘛呀？你看你这心态，你们俩都离婚了，你说你也不能希望你前夫啊一辈子都不谈恋爱啊，打一辈子光棍，你这心里才能平衡呀。你是来跟我这儿辩论，还是跟我吵架，还是想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不是来吵架的，我真心是来找工作的。出去，别耽误我生意啊！滚！干嘛呀？你不用就不用，你干嘛还骂人呢？我们哪句骂人了？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是我怎么没骂人呢？你一进来我就应该骂你，给你骂出去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您找谁？我想找简总。哦，您和他有预约吗？没有。好的，您稍等。谢谢。夏姐啊，我来找简总。先别打了。哦。我带你进去吧。明天下午吧。简总，好。我有客人找你。那个明天下午2点，就这样。
香香姐，你先坐，你喝什么我给你倒。好，谢谢。那你们聊。啊，坐。我今天来找你呢，主要是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呢是时光，这个周末想请你吃饭。周末？怎么非得赶周末呀？我周末想带丹丹去游乐场。哎，他这个人呢，就是一个工作狂，平常也没有什么节假日，要不然，你就牺牲一个周末吧。就我们俩？他让我也去。行。第2件事呢，就是这段时间，我收集了一些关于五原化工厂污染的报道。你能不能不插手我们公司的事儿啊？我没有在插手你们公司的事儿。那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现在只是想知道这块地它的环保达不达标，它到底能不能造房子给人住，就这么简单。行，那我现在告诉你啊，污染问题我们公司已经解决了，这块地没问题。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我们也拿不到批文啊。行了吗？你先不要这么快下结论，我想请你看一看这些报道，你就会发现这么严重的污染是绝不可能在短短的1年时间，五原化工厂刚刚搬迁1年就能彻底清除。你们不能做一半留一半，表面是清除了，可是根儿还在那儿。你也知道那样做后果是会很严重的。我今天来呢，就是希望你能仔细看一下报道，把这件事情重视起来。那我先走了，有什么事儿，咱们再通电话吧。他人呢？走了。这么快就走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他找你说什么？啊？他找你说什么？你觉得他会跟我说什么？小脑袋瓜瞎转悠。我怎么知道你们俩说什么呀？那么多秘密。啊？谢谢。哎，王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呀，想喝咱家咖啡了呗。馋了，好办。给你来一杯香蕉拿铁。好啊，顺便看看我的手艺有没有长进。哎，你知道刚才谁来了？谁呀？勾引我老公那小妖精。还老公的，那是你前夫。恐怕我改不了这口了。思纯来了。他来干嘛？你猜呀，你能猜出来吗？说上我这儿来找工作应聘，哪是找工作来了？哼，我看他就是来向我这儿挑衅，顺便示个威，就差举个牌子了。找工作？他会不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哪知道？你是不是态度特别恶劣的把人家给赶走了？那怎么的呀？依着你又把他留下，留他过年。哼，别提这事。
哎，对了，王姐，你是不是有一个同学在环保局工作啊？有啊。我想请他们帮忙，帮我做一个土质和地下水的抽样检测，钱我来出。帮人家做事自己还出钱啊？哎呀，不是自个儿出钱，公司会报销。行啊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就是得快，这事儿拖不起。知道了。好，那我就先谢谢你了。时光云廊的室内设计和装修工程已经被我们公司拿下了。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呀！我初步估算了一下，光是材料费这一块儿，那就是一笔天文数字呢。吃不着肥肉，心里一定特痒痒吧？可不是，那有什么办法呀？现在材料部这一块儿都由你们老板的忠权把持着，咱们呀也就只能绕道而行了。那您就没丢个肉包子，看看那条忠犬上不上钩啊？您一个肉包子就能打发了的，那还能叫忠犬吗？所以呀，您想要吃掉时光云廊这块肥肉，就得听我的，干掉那条忠犬。红姐，我早就照您说的去做了，可是你们老板他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！哎，你说是不是毛大毛傍着他，把他伺候得太舒服了，他现在选择性失明啊？你只要照我说的做了，那就别着急了，慢慢来。潘芝芝这个女人我最了解了，精得跟猴似的，只要把屎盆子扣到毛大毛的头上，别说是条忠犬了，就是他亲爹，他也照开不误。只要干掉了毛大毛，让我重新掌管了材料部，咱俩的好日子就算回来了。您的当务之急就是一定要稳住毛大毛，趁着他对材料部还不熟悉，做的一定要巧妙隐蔽，千万不能让他看出任何破绽。财务部是我的人，账面上的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一定会让他跟你里应外合的。看着吧，这颗雷很快就会炸了，而且炸得很漂亮。您的怀疑是对的，您看看这几笔货的耗损率高的离谱。我知道了，这个账本先放在我这儿，还有你先别跟任何人说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先出去。谢谢。潘小姐你好，我是您找司机。谢谢。你想上哪儿去啊？打电话不接，发信息也不回，你急死我了！我出差。你出差，你出差，你跟我说，我送你啊。我叫车了。师傅，不好意思，您稍等一下啊。什么事儿啊？我怎么发现你突然有点不爱我了？大毛，像我这样的女人还值得人爱吗？你是什么样的女人？闹。女人是用来疼的，用来爱的，其他我不管。大毛，给你一辆宝马车，你开心吗？那肯定开心。丢了自行车难过吗？我以前老丢自行车，丢就丢呗。要是让你在自行车和宝马车之间只能选一样，你怎么选啊？Difficult choice, right? Stupid. 大妈，我真来不及了，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，咱们俩不探讨了，好吗？哎，你拿了那么小个箱子衣服带够了没有啊？你哪天回来呀？